没错，就在 ROG Phone 6系列发表不久之后 ，ROG 正式带来一款强联手的全新旗舰 ROG Phone 6D Ultimate。这是一款由 ROG 打造、搭载近期很强的联发科技晶片，并且采用台积电制成的电竞手机。目前就有3强，严格来说还有1强。根据先前的资讯来看，今年的 ROG Phone 6系列是由顶级代工厂之一的鸿海所代工的，可以说是强联手。话说，这不只是一台换了壳的旗舰机种 ，ROG 这一次还加上了全新的空气动力散热阀，让风扇可以直接吹进手机的内部。这期节目帮您尽可能把大家想知道的效能测试都测了，实际表现究竟如何呢？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对了，就在帮你测到最后的时候 ，ROG 突然寄来一个神奇的包裹，竟然是 ROG Phone 6蝙蝠侠版本。等一下也一起带大家来看细节。ROG Phone 6登场之后，就有很多观众在问，这一次有没有 Ultimate？ 这次帮你手上的是 ROG Phone 6D Ultimate。6D 系列这个 D 代表的应该就是采用 MediaTek 新一代的 Dimensity 天玑系列旗舰晶片，也就是天玑9000的增强版天玑9000 Plus。而这次的 6D Ultimate 相较起 ROG Phone 6 Pro 设计语言大致相同，不过在机身上采用了更加沉稳内敛的消光灰，官方则是称为航太灰。并且在不同的角度下也会有类似金属感的光泽反射。虽然跟6 Pro 设计上相近，但呈现出来的整个风格还是有蛮大不同的。对了，背面跟6 Pro 一样，也有 ROG Vision 幻视萤幕，可以客制化不同情境下显示的动画。平常背面朝上静静欣赏美背的时候，这个小萤幕也可以显示通知的 icon。重点 ，ROG 这一次在 ROG Phone 6D Ultimate 机身置装的位置，也就是处理器位置的上方，加入了一组阀门电机。ROG 称为空气动力散热阀。当你装上新一代的空气动力风扇6后，阀门就会自动开启。打开来后，大家可以看到，在阀门的下方就有一组散热鳍片，而在鳍片的下方，隐约的就可以看到连接 SOC 的一大块 Vapor Chamber， 也就是均热板。没错，你应该猜到 ROG 又有什么疯狂的想法了。当你挂上空气动力风扇，并且散热阀门打开的时候，风扇产生的气流就会随着设计好的上部风道，直接将冷风引入散热阀，吹过散热鳍片后再出来。这已经不再是外部散热了，可以说是侵入式的散热系统。并且根据 ROG 的资料来看，这个散热阀就用上了50个零组件驱动，包括医疗级步进马达以及液态金属转轴，进一步保证模组运行的稳定性，达成4万次以上的开合寿命。并且大家都知道 ，ROG Phone 6系列同样采用了置装的 SOC 架构，在主要晶片的位置也都铺满了各种散热堆料。这次的 VC 均热板也延伸到了散热阀的散热鳍片下方，再加上风扇之后，可以更快的将热带离机身。不过用看的当然很酷，重点是实际表现。毕竟帮你存在的价值就是详细帮大家测各种情境下的实际表现。究竟在散热阀的加持下 ，ROG Phone 6D Ultimate 的表现如何？邦尼就接着来测。对了，顺带一提，在没有装风扇的时候，这个散热阀其实是不能打开来的，毕竟没有装风扇，打开来也没有太大的意义。邦尼这边是为了拍摄画面给大家看。风扇拿掉后，散热阀也会马上关闭，并且这组电机也很稳，不是用手大力出奇迹可以徒手打开或关闭，千万不要手痒哦。如果想要清洁内部的话，还是可以透过 Armoury Crate 里面的选项手动开启，不过要记得看到注意事项再清理内部。对了，说到风扇，突然想到 ROG 这次还弄了一个蛮强的企划，他们跟日立推出了电竞冷气，预购可以抽，大概长这样，真的是有点浮夸，但妈，我好想要啊！不过想一想，两家都是冷却专长嘛，好像还有几分合理。看完了外观，邦尼还是先带大家来看这一次的盒装。整体来说，6D Ultimate 的盒装设计就跟6 Pro 基本一样，包括经典的六角形盒装设计，侧边的卡榫有着进度条的样式。内部也有一张 ROG 通行证，可以搭配 ROG Phone 6系列，开启 ROG 宇宙的游戏彩蛋，整个仪式感还是很足。不过差异来咯 ，ROG Phone 6D Ultimate 直接在盒装内就附上了新一代的空气动力风扇6，不用额外购买。
又随附一个可以搭配风扇使用的保护壳，可以在装保护壳的同时，再装上空气动力风扇6。这组风扇，邦尼在 ROG Phone 6 Pro 完整影片当中就有详细介绍过了，这边帮你提几个重点。首先，这是一款内建制冷晶片的外挂风扇。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ROG 这组风扇的制冷模组，只要接上手机就能够启动，不需要额外插线，所以玩游戏的时候就不会被充电线限制，躺在沙发上也能玩。并且，空气动力风扇6是可以透过手机直接控制的，所以 ROG 也在 Armoury Crate 当中加入了智能调节的选项。如此一来，风扇可以直接与手机双向沟通，风扇可以直接截取手机当下的效能需求、系统温度去决定风扇的转速，以及是否启动制冷晶片等等，也可以解决市售制冷风扇不断降温造成水汽凝结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 ROG 这组风扇需要搭配 ROG Phone 6系列才能启动，并且发挥最大的效果。机身配置上，同样是双面双 SIM 卡的设计，不支援 microSD 卡扩充，按键集中在右侧。USB 接孔一样是底部和左侧都有，真的要接线玩游戏的话，可以接在侧边，比较不干扰操作。底部同样保留了先进的 3.5mm 耳机接孔，并且重点来了，在加入散热阀的同时 ，ROG Phone 6D Ultimate 同样支援 IPX4 的生活防泼水，不过是不能直接入水的哦。IPX4 主要是避免小水柱的意外发生。接着，邦尼就进入大家期待的效能测试。邦尼手上的 ROG Phone 6D Ultimate 搭载的就是新一代的 MediaTek 旗舰晶片 Dimensity 天玑9000 Plus， 采用台积电4奈米制程。在 CPU 架构上，同样是一个 X2 超大核、3个 A710 大核以及4个 A510 小核的设计，并且这次天玑9000 Plus 也随着 A Plus Gen 1的脚步，进一步拉高了核心频率，3个 A710 大核拉到了 2.85 GHz，X2 超大核更是直接拉到了 3.2 GHz， 不过小核就还是 1.8 GHz。而在 GPU 部分，则是采用 ARM 架构的 Mali G710 10核的 GPU。根据 MediaTek 的资料来看 ，GPU 大约有10%的提升。比较特别的是，这次 ROG 在 ROG Phone 6D Ultimate 上采用了新一代的 16GB LPDDR5X 的 RAM。从数据上来看 ，LPDDR5X 相较起目前各家主流采用的 LPDDR5，在频宽上提升了17%，更减少了15%的延时。速度也达到了7500 MB/s。ROG Phone 6D Ultimate 算是目前非常前期采用 LPDDR5X 的机器之一。而在储存空间上，则一样是512GB 的 UFS 3.1 的储存空间。而在散热上，一样是全面堆好堆满。在 ROG Phone 6 Pro 上登场了360散热技术，包括加带30%面积的液态均温板，加带85%的石墨散热片，以及3300毫克的氮化硼，也就是之前介绍过常用于航太工业的低雷诺数散热层，也都有保留下来。再加上这一次新登场的空气动力散热阀，整体在散热上的堆料还是比较足的。而在效能模式上，一样提供了超长续航、动态效能、X 模式3档选择。挂上风扇之后 ，X 模式就会进一步解放成 X Plus 模式。我们就直接详细来测。首先，邦尼还是先带大家来看基础的效能测试。首先看到 Geekbench 5，在 ROG Phone 6D Ultimate 上拿下单核1391分，多核4644分。邦尼直接跟 A Plus Gen 1对比，单核提升来到了5%，多核的差距则是达到了10%，在 CPU 理论效能上会略优于 A Plus Gen 1。而在 GPU 部分，邦尼直接实测 Sunny Mark Wildlife，ROG Phone 6D Ultimate 拿下2657分，略低于 A Plus Gen 1 6%左右。不过相比起上一世代的888，天玑9000 Plus 和 A Plus Gen 1在 GPU 理论效能上都拉到了新的层级，旗舰 SoC 都拉到了新的层级，未来开发者在 GPU 效能运用上也会更加方便且弹性，或许真的可以改变过去不断压榨 CPU 效能的调教方式。以下帮你提供所有的跑分测试结果给大家参考。这边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代 ROG Phone 6D Ultimate 在动态效能模式下的调教就相对保守许多，所以如果想完整释放效能的话，就建议直接开启 X 模式。好，差不多了，跑分只是前菜，对于电竞手机来说，实战才是真本事。这次在装上风扇后，系统也会跳出风扇专属的提示动画，跟 ROG Phone 6系列一样，在 Armoury Crate 当中就可以直接调整风扇的模式，共有智能、风冷、酷寒以及极冻4档选择，其中智能
就是系统会根据效能需求和系统温度自动调整风速和制冷晶片的效率。而风冷就是纯风扇，酷寒就是持续启动制冷晶片和风扇。这3个模式都是透过手机就可以开启。而急冻模式就是要让制冷晶片和风扇全速运转，需要另外插线供电给制冷晶片和风扇。不过没有插线的话，邦尼还是推荐大家直接选择智能调节即可，让系统自动调整最佳的风扇设定。以下邦尼直接进行游戏实测。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邦尼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首先是 PUBG， 邦尼先测动态模式，在 HDR 极限帧率30分钟左右的游玩下，平均帧数达到 59.7帧，在动态模式下就能顺顺跑满。温度也不算高，正面 34.3 度，背面 33.9 度。而在挂上风扇，选择智能调节模式下，一样是 59.7 帧，温度也在更低，来到正面 33.3 度，背面只有 31.6 度。整体来说 ，PUBG 对天玑9000 Plus 来说，一样是没有任何压力的。邦尼也不浪费时间，直接进入效能测试软体原神。首先测不挂风扇的动态效能模式，在最高画质连续游玩30分钟后，平均帧数落在 58.8 帧，正面 37.9 度，背面 39.8 度，控在40度以内。接着是不挂风扇的 X 模式，同样的30分钟游玩后，平均帧数落在59帧，温度上正面 40.6 度，背面 41.7 度，温度会比动态效能高上2度左右。不过 ROG Phone 6D Ultimate 一样达成了不挂风扇就可以30分钟顺跑原神，并且温度也就是在40度出头，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而在耗能表现上也算不错 ，X 模式的整机功耗大约落在 6.7 瓦左右，与 A Plus Gen 1的 6.5 瓦非常接近，可以算是测试的误差范围内。接着我们就挂上风扇继续实测，邦尼直接实测4种模式的表现，每个模式都测了2、3次以上。原神的地图也背得差不多了。如果喜欢看到邦尼被榨干的朋友，欢迎大家多多订阅、留言支持邦尼吧，或是可以透过超级感谢的按钮直接鼓励邦尼。首先是智能模式，平均一样可以跑满达到59帧，正面 35.5 度，背面 34.2 度，加上起不挂风扇，平均降了6度左右。受益于空气动力散热阀，整体的降温差距的确是比 ROG Phone 6 Pro 更大的。接着是纯风扇的风冷模式，其实表现也很强，平均 58.6 帧，正面 33.8 度，背面 32.6 度。接着是酷寒模式，也就是制冷晶片全程运作，平均 58.3 帧，正面 33.9 度，背面 32.1 度，正面低了 1.6 度，背面再低了 2.1 度。最后我们把空气动力风扇插上电，这个时候风扇与制冷晶片得到了充足的供电后，就可以全速运作，达到平均 59.4 帧，是所有模式下最好的成绩。正面只有 32.2 度，背面更是只有 28.4 度。把风扇拿下来的时候，可以明显摸到贴近背板的这一侧是凉凉的。整体来说，纯论表面温度的话，搭载天玑9000 Plus 的 ROG Phone 6D Ultimate 其实与 A Plus Gen 1在同一个级距。其实依靠 ROG 本身的散热堆料就已经足够顺跑。不过，受益于空气动力散热阀，风扇可以把风随着风道直接送进机身内，在温度上明显比只挂风扇来得更低，甚至风扇不用接电就可以达到背面最高只有32度的表现。全速运转下更是来到了30度以下，真的是我的游戏温度就是你的待机温度，甚至还更低哦。最后我们来看 Sandymark BioLife 20人的压力测试。这边有2组比较值得一提的数据，在动态效能模式下，稳定度落在 76%， 但重点是正反面温度都只有38度左右，这个模式下温控优先，也控得非常不错。如果是 X 模式不挂风扇之下，稳定度 93%， 但温度就高上了许多，达到正面 45.8 度，背面 45.7 度。最后是挂上风扇后，不论是哪一种模式，稳定度都能达到 99% 以上，可以完整释放效能。智能模式下，正反两面都落在40度左右，算是蛮稳的。所有的压力测试结果也欢迎参考以下表格。整体来说，今年的天玑9000系列，包括 ROG Phone 6D Ultimate 搭载的天玑9000 Plus， 在理论效能和实战表现上都已经进入 Android 阵营的第一梯队，真的是发个 yes！ 期待 ROG、联发科技、台积电、鸿海这个神仙组合可以继续迈进啦。
而在续航力部分 ，ROG Phone 6D Ultimate 同样搭载6000毫安时的电池，萤幕同样是最高165Hz 的 AMOLED， 在智慧模式下可以达到14小时39分，165Hz 下则是可以达到10小时22分，120Hz 则是可以达到11小时47分。整体来说，日常全程165Hz 完全没有问题，一天一充非常稳。如果用量较高的话，也可以选成全程120Hz 或是智慧模式都很够用。在充电部分 ，ROG Phone 6D Ultimate 同样支援最高65瓦快充，帮你也直接实测，15分钟可以充满46%，30分钟就可以充满78%，而完整充满耗时43分28秒。生物安全辨识上一样是光学指纹和脸部辨识都有，速度上也是水准上的表现。最后，我们看到影音娱乐，这次在 ROG Phone 6D Ultimate 上搭载了跟 ROG Phone 6系列一样的6.78寸 Full HD Plus 三星供应的 E4 AMOLED， 最高支援165Hz 的萤幕更新率以及720Hz 的触控采样率。在设定选单中，一样可以在智慧、60、90、120、144、165，任何你想得到的档位调节。而在萤幕亮度上，帮你直接实测，在全白萤幕亮度下达到700尼特左右。10%显示面积的峰值亮度在1000尼特左右，算是高阶机种水准上的表现，跟当时帮你测 ROG Phone 6 Pro 基本一致。而在音效上 ，ROG Phone 6D Ultimate 也一样搭载对称的前置双喇叭。最后来看相机，基本上就跟 ROG Phone 6 Pro 一样的主镜头、超广角加微距的3镜头配置。主镜头采用的是5000万的 Sony IMX766 感光元件。相机之前帮你也测过了。与其在展开来讲游戏手机的相机，不如把时间留给这一箱吧。对，真的有够香。这次 ROG 跟蝙蝠侠联手打造的 ROG Phone 6蝙蝠侠版，整个细节很足，算是很有诚意的。从外包装来看，打开这个印着 logo 的束带，下面还有一个立体的浮雕 logo。盒装有2个卡扣，打开来就可以掀开盒装。先看周边，一样配有一般版本的65瓦充电组。比较特别的是，盒装内还随附了一组蝙蝠侠信号投射灯，帮你直觉联想到之前 ROG 也有推出过类似的 ROG 投射灯。旁边的这个盒装里面随附的就是专属的保护壳，仔细看，外面的几何线条也藏着蝙蝠侠的 logo。帮你自己觉得最有巧思的是这个退卡针，居然也是蝙蝠侠造型。接着我们看到机身，原本点阵化的败家之眼 logo， 现在变成了蝙蝠侠造型。重点，居然还有 RGB 灯效，预设是青色脉动。如果你想要，这次 RGB 有分区功能，可以达成彩虹循环，并且光导得很均匀哦。说到 RGB， 你永远可以相信 ROG。接着我们开机，从一开机就很有仪式感，看这个欢迎动画，听这个音效。进到系统之后，也全部都是蝙蝠侠版本的客制化 UI， 包括桌布、充电动画，甚至 Always On Display、指纹解锁也都有。其实还有很多小彩蛋，就留给入手的朋友自己体验啦。对了，蝙蝠侠版本也是可以相容空气动力风扇6的，不过就需要额外加购。效能上 ，ROG Phone 6蝙蝠侠版本采用的是6D 系列的天玑9000 Plus， 搭配 LPDDR5X 12GB 的 RAM 以及256GB 的储存空间。整体来说，邦尼自己很开心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组合，联发科技、台积电、鸿海以及 ROG 强联手，端出了这么一款真的很强的电竞旗舰。老实说，还蛮感动的。最后的时间，帮大家整理一下售价。先前的 ROG Phone 6以及 ROG Phone 6 Pro 的售价，帮你也放在最上面给大家一起参考。而这次推出的 ROG Phone 6D 系列 16GB， 并且是 LPDDR5X 加上256GB 的版本，售价是29,990元。而 ROG Phone 6D Ultimate 则是 LPDDR5X 16GB 加512GB， 并且盒装内随附了空气动力风扇6，售价为37,990元。最后是 ROG Phone 6蝙蝠侠版本 ，LPDDR5X 12GB 加256GB 的售价为35,990元。以上就是这一次 ROG Phone 6D 系列的所有测试结果。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你想知道邦尼没有测到的部分，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也记得订阅邦尼支持我们哦。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的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